世子，你剑法又精进了不少，什么时候练的？清风，你这马屁拍的拙劣，咱们燕世子那可是始终神勇非常，已是进无可进了。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要放在往日，我敢夸你一句，你能自夸一篇。如今谦逊成这样，可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谦逊些不好吗？撤！定国公，他不是被皇上停职在家吗？到这荒郊野岭的做什么？去，清风，我有东西落在山里了，你带殿下先回去，我稍后就来。是。撤！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带我一起啊！殿下留步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雪宁只是路过，并非故意，也不想打听先生的秘密。只是方才那人说，玉如意是冲着燕家来的。此事不是你该过问的。燕灵的事就是学生的事。先生若不告诉我，我就只好将今夜所见所闻全部告知旁人。灵儿，你是觉得我心太软，太好说话是吗？自你入宫之时，我就警告过你，不要惹我生气。你自恃聪慧，便觉得无你不能，管了一桩周迎之的事，就以为自己可以插手朝堂之政。你自以为很关心燕家，但你根本不知道，你的所作所为，会给燕灵带来多少灾祸。毫无规矩，顽劣成性，还不知悔改。少师大人所言极是。那您呢？方才那人说的什么宫仪城，和您又是什么关系？玉如意之事又有多少与您有关？给燕家招祸的究竟是我，还是你？位居一朝少师竟然怕猫，当真是稀罕。想来这也是高高在上的少师大人又一桩秘密吧？我不过一只小小的蝼蚁，却屡次能让您害怕。原来完人也有所畏，原来圣人也有所惧。完人确有所畏，圣人却有所惧。然而谢母既不是完人，更不是圣人。江雪宁，你凭着自己有点小聪明，从不肯掩饰锋芒。可你该记着，如果一个人不愿触碰某样东西，未必全是畏惧，也有可能是痛恨、憎恶之极。一处军营，是我昨天盯了一晚上，马匹、粮草、武器，全都是军营的储备，算下来的话，至少能供养3000人。兴武卫乃圣上亲批的卫戍，虽然有薛远统领，但是一切用度，朝廷皆有定量。他囤积了这么多东西，看来是在豢养私兵。豢养私兵是重罪，圣上不会同意的。难道薛家胆子大到敢瞒着圣上？薛家野心大，好弄权。当年圣上登基之时，太后本欲将军权交于其掌控，后来朝中重臣联名上书，才阻止了他。这些年，他记恨我们燕家手中掌握重兵，豢养私兵要抗衡，也不足为奇。那我们若是把此事上报天听，不就可以打击薛家气焰？圣上体弱，太后专营，只怕没那么容易。父亲说的是，此事若是燕家去提，只怕太后又要出手阻拦。
可他们想推临淄王做皇太帝，手中又养有私兵，只怕倘若圣上出事，会有大乱。这么大量的军械物资，想要悄然运送，不可能从太远的地方，极有可能是从通州流出去的。为父暗中去一趟通州军营，查清来龙去脉，再想法子上禀天庭。还有前些时候被薛远巡游头强抓的那个武官，也要再派人去大牢探探消息。虽然一直有在疏通，但到如今还是没能与这个人见上一面，也不知其中究竟。再如此下去，我只怕燕家会更处于被动。父亲放心，此处有我。若父亲有发现，也可飞鸽传书回来，我提前做准备。刚得到的消息，今天一早，燕侯爷临时出城，去往通州了。出城？为何？也许检阅军营。不过燕林昨日和临淄王去郊外狩猎，到了今晨才回来。我知道了。玉如意和宫一城的事儿，你们也都知道了。这些天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。等一下，你昨日坚持去宫中授课，那是为了传递消息。如今消息已经传达了，还这么巴巴的去，该不会是为了江二姑娘吧？要我说呀，这江二姑娘也太邪门了，什么都知道，哎，还敢跟先生说那样的话，必得找机会把她除掉才行。哎呀，不行，为何？她如今可掌握着咱们的把柄，稍有不慎就万劫不复了。她身上谜团虽多，但心思不坏。假以时日，未必不能和你我敞开心扉。可先生说过呀，斩草要除根呐。我说的话你听不懂是不是？我说了，他不是敌人，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再说了，横竖有我看着，能犯什么大错？可先生还说我做事要……好了好了，你先出门吧啊，外面的事交给我们就行了，放心啊。你干什么呀？哎，傻小子，哥哥我是在救你。只怕又是被玉如意案牵扯的。昨夜我临睡前，听到黄公公他们在外面拷打工人的惨叫声，吓得我一宿都没睡好。这可真得好好烧烧香拜拜才是。玉如意案若真是冲着燕家来的，得想法子阻止才是。可如今宫里的风声这样紧，谢微也不帮我了，该如何是好？你还真打算去这凤尘殿讲学啊？这谢少师点了你我二人去讲课，哎，他却偏偏编了这么一本教材，颇是些经史治世之学。是以一时竟不知从何讲起了。这谢少师少年得志，总有些不同寻常的想法。可是咱们翰林院这么多年，那也是有旧例的。更何况这薛大姑娘也在伴读之中，别到时候说了些不合适的，她回去告诉了国公，这反倒是不美呀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呀。前不久，国公让你我二人起草那个劝立皇太帝的奏折，不知什么原因给压下来了，以至于国公现在都闷闷不乐。我们这个时候若再添个什么乱子，你说，哎。不如教这本，准没错。怎么学这些啊？王老先生，不知我们几时才能学谢少师所编撰的课本？长公主殿下，圣上令我等来授课，是要让诸位知书明理，
而非由这几位的性子为所欲为。老朽听闻，有人在凤尘殿中，不知尊卑上下，甚至连女子温柔端庄的贤淑都不能够示于人前。老朽真是深觉荒谬，又自觉肩负重任，今日特意换了课本，来给诸位讲讲什么是女子的本分。请大家翻开课本。古来生女，当守卑下，恭谨怀谦，忍辱忍让。这帮尸位素餐的东西，字字句句不离妇德女祸，一个个都想劝沈界废了我。怎么，沈界宠我是我的错，许我议政也是我的错，现在他染病了还是我的错？皇后又如何？在他们眼里，也不过是区区女流之辈，由得他们用这些酸臭礼教随意扣罪名。娘娘，您不必理会那些迂腐之人。迂腐之人？可放眼整个大前，真正清醒的又有几人？自古王朝衰微，名士失格，多与妇德女祸脱不了干系，所以身为女子，必须归属自身。江雪宁，你意欲何为呀？先生，恶心！放肆！竟敢口出恶言，辱骂宗师！真是奇怪，我说我犯恶心，先生怎能说我骂人呢？许是我昨日吃坏了肚子，又或者我今日闻了什么不干不净、臭气熏天的东西，再待下去，我只怕要呕出来，搅了先生上课的兴致。还恕学生失礼，先告退了。你，好你个不服管教的丫头片子！像你这种顽劣任性之人，也配留在这凤尘殿中？老夫这血不交也罢。哎，你的宁宁，宁宁，原来这就是传闻中的那位江二姑娘，今日可总算是见到了。君王勿要玩笑，江二姑娘同我不过玩伴，私底下也就罢了，若胡言乱语传到家父耳中，雷我一顿打骂是轻，坏了江二姑娘清誉之重，还望君王慎言。延平君王年少，言语无忌，还望江二姑娘勿怪。哼，瞧见了，这就是咱们的燕小世子，喜欢人家的时候装得跟什么似的，如今倒好，翻脸无情啊。我看你生得不错，咱们世子不要你，本公子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雪夜，少说两句。薛公子看着像是读了几天书的人，出口却是污言秽语。燕世子不要的东西多了，只怕他瞧不上的，你也不配抢。行了，江姑娘是芷仪的伴读，容不得你胡言。好了，走吧。你不是要见谢先生吗？走吧。燕莲，你给我少说两句。我不是，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傻瓜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先生，家父说我上了小半年的学了，这几日非要考我策论，若是考不好，只怕要遭罚。学生悬梁秉烛，勉强凑出一篇，请先生长长眼。笑什么？今日笑，明日久了呢。
这些日子，郡王的功课不错，在同龄人中学业也是首屈一指。便是写得上有不足之处，想必令尊也不会计较。不过既然你带来了，不如先让谢某详细批阅一番，明日课上再讲。哦，是。那学生等就先行告退了。燕世子，前几日我选来酌情的木材有几块不能用了，可否请你帮忙搬一下？愿为先生效劳。那你们两个先回去吧。嗯哼。可是你。宁二姑娘前几日到我这里学琴，也就将琴放下了。她这个人虽说顽劣调皮，学业不精，不过倒是聪明。燕世子对此可稍稍放宽心了。多谢先生。可要是那么容易就放宽心，就简单了。对了，今日早朝未见令尊，听说是生病在家休养，不要紧吧？父亲贪杯多饮了几杯，战场上旧疾复发，不过没什么大碍。有劳先生您担心了。燕世子可有心事？所谓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，圣人尚且有惑，世子也在所难免。若世子信得过在下，以后有任何事，皆可来寻谢某。多谢先生，旁的事，燕林都能解决。只是他一个人在宫中无依无靠的，他那性情又最是直爽，难免说错话得罪人。若先生方便的话，替我照拂一二，可好？好。你试试。宁宁，您可算回来了，刚才被那老头子吓坏了吧？谢殿下关心。不过我本就不愿上他的课，方才出去躲了会儿懒，正高兴呢。别说你了，我听他讲课都直犯恶心。殿下也觉着此人不可。从前只闻外头闺阁女儿要学真理之类的，也不曾放心上。今日一听，真是大倒胃口，哪里将女儿家当人看呀？可憎的是，这般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还要拿进宫，还要拿到学堂上来讲。不过幸好谢先生除了琴课，还教文课，一会儿总能上他选编的课本了。他可比王炯的迂腐老头更让人头疼。见过先生。不必多礼。凤臣殿进学并无此书，谁放的？回先生，今日王老夫子说，学生等不知尊卑上下，是以改教真理，并告诫我等，女子应守卑弱。都扔掉！那王先生那边，这世间女子归数这么多，让你们来读书，不是学这种东西的。若谁还想学那真理，尽管捡起来，谢某不阻拦。上课。今日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大家散去吧。宁二姑娘，还请留步。今日上课，听懂了吗？只怕是要来与我算账了。谢先生关心，学生都听懂了，我一会儿就……一会儿若无事，随我去文昭阁。不必了吧，学生顽劣不堪，上课也是浪费时间。
你误会了，你的秦辣在我那儿占了地方，只是让你去取情。有劳先生，告辞。你当真以为我只是叫你过来取情吗？不然呢？上药。莽撞就算了，伤这么深，还不好好上药。等等，先净手。把手擦干净。手。还生气呢？学生不敢。昨日在这儿，是我被白猫影响的情绪，本不该对你生气，也不该骂你。还有昨夜之事，我知道你是担心燕灵才会一时口无遮拦，我不该说那样的话。你生气也是应该的。您这是在认错？我辅之玉如意之事，是冲着燕家而来，难免情绪不稳，是以迁怒于你。今日叫你过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玉如意之事我会处理，而且燕灵想方设法让你入宫，是想让你学些真才实学。你本是璞玉，若不雕琢，难免可惜。璞玉？您从哪里看出来我是璞玉？当年上京路上，一个稚嫩的少女，入狱劫匪她不怕，奔走山野她不怕，身陷险境难以脱困她也不怕，砸了情割了血，就凭着一腔执拗，拼尽所有力气，救下了我这个病弱书生的命。江雪凝，我见过你以前的样子，正是因为有期待，所以后来才会失望。失望？当年上京之后，我曾去江府拜访，看见已经换上一身锦衣的你，只因一时不快，便打骂一个和你年纪差不多的小丫鬟。姑娘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点事情都做不好，哭哭哭，就知道哭。你再哭，再哭我就把你卖了。你的眼神变得很陌生，甚至让我怀疑，当年上京路上发生的事情，是否真实存在过？再后来，我听闻你越发不懂收敛，胡闹跋扈，那时我想，京中繁华终究是害人的。慢慢的，便把那一点旧日的影子和心性都抹去了。所以，您那时厌恶我？也谈不上是厌恶，更多是可惜吧。有时人难免误入歧途，但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人可以教你分辨好坏，未必不能重归正路，重拾本心。我是可惜你变了，也可惜没人能好好教你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你本质未变，善心犹在。虽然性子还是毛毛躁躁，但比前些年好一些了，还算得上是璞玉吧。所以明日可还愿意来我这里学琴？宁儿，我现在消气了。你这般顽劣的性子，
以后谁兜得住？这就不劳先生费心了，以后的事自有以后再说。下不为例。这个大反贼当起先生来，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江二姑娘，殿下，您可是要找公主殿下？她不是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江姑娘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跟燕玲发生了什么，但她最近真的很不对劲。从前她是最疏朗不羁的性子，可眼下却是郁郁寡欢。我问她，她也不告诉我，所以我只能来问问你。这世上很多事，却难与人说。若殿下方便，雪宁想请您带句话给燕玲。您只管对她说：“疾风知劲草，云开见月明。”有些事，只要守得住，就一定会有转机。真是岂有此理呀！王老先生，哦，薛大姑娘，哈哈，老朽见过薛姑娘。王老先生受累了。伴读中，诸位学士各有高低，却要一同教学，确有些不易。待二叔回家见了爹爹，定会上陈夫子之不易。哎呀，谢谢大姑娘，老朽感激不尽呐。哦，不过有一事或许您还不知，今日课上谢少师将《真理》一书丢出了殿外。他怎么会？是啊。谢少师深得圣上器重，向来温和待人，怎么今日却一反常态呢？思来想去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有人记恨王老先生，恶人先告状，从中挑拨。你是说江雪宁？阿叔只不过是猜测罢了，但说起来有些不服管教之人，或许本也不适合这宫中伴读。若非要留下，不仅夫子动气伤身，我等也不得安宁。您说是吗？哼！全没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营中军械物资都由赵广负责管理，他人呢？方才就不见他的人影，已着人去找了。禀将军，已经查找完整个大营，均未发现赵广踪影。难道是畏罪潜逃了？立刻派人搜捕，务必把他抓回来。是。江雪宁，你今日身体可感觉舒适了一些？你本是璞玉，若不雕琢，难免可惜。昨日是学生冒犯了，还请先生不吝赐教。算你还有自知之明。那既如此，你就把老夫昨日所讲的那篇真理背诵给大家听听吧。怎么还提真理啊？书都没了，而且昨天也没说背诵啊。旁人背不出来，情有可原。可是这位江姑娘自诩才高八斗，学识过人，连老夫的课都不愿意听，想必是早已倒背如流了吧？回先生，学生并不能背诵。先是赵夫子的课上，你说看不懂书文，接着又是老夫的课，你不愿意听。3天2头顶撞夫子，老夫还以为你是恃才傲物，难免有些狂背，却不想连这么一篇区区小文都背不上来。原来你是腹中空空的蠢材呀！先生这话也太过分了吧！明明他不是殿下，所谓伴读是要陪您读书，学文识理。想当年
老夫教导先皇读书时，先皇尚且尊师重道，从不违背老夫之所言。难道殿下连先皇之力都要违背吗？殿下，不必再为我争执了。学生甘愿领罚。好，那今日老夫就要替翰林院的夫子们好好教训教训你这狂悖之徒，日后如有再犯，定当重罚。王九这个老匹夫，分明就是找茬儿，还拿先皇来压我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本公主一定要讨。殿下，你轻一点。我从前在家也没少挨打，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。在家是在家，在这儿你就是我的人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找母后，把这个王九赶出宫去。哎，江姐姐，你说殿下真能让王夫子离开吗？王九曾为先皇授课，虽古板了些，却是翰林院中资历最老的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可是我听我爹说，他本没教过什么正课，都是因为平南王叛乱的时候杀了很多翰林，这才让他有了资历。现在知道这些也没用了。王老夫子让我做一首诗，还说下午要查，我可做不好什么正经诗文，还是先想想该怎么应付吧。遇事不决，得看卦去。啊！天哪！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这是个小人卦，卦上说，雪宁你是得罪了人，才会被夫子针对的。宁儿，应该不至于是他吧？哎呀，今儿还真是巧了，继儿你这身衣服的颜色正是舒儿最喜欢的。看着你们两个青春年少，哀家还真是老了呢。殿下，这是石斛人参茶，补气养体，秋冬饮用最为相宜了。谢谢。继儿，你往日里进学，可不像今日这般沉默寡言呀。母后，儿臣以为若无话聊，大可不聊，无需硬聊。儿臣还约了燕林，就不在此多做了。你给我坐下。母后，母后，冒冒失失、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来找王兄的。哎，阿说也在这儿啊。王兄，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。阿说还未出嫁呢，你们两个这样不合适吧？打小一块长大的，又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合适啊？母后，王老夫子可说了，阴阳有序，男尊女卑，这是自古以来的礼法。王老夫子还说了，男女7岁不得同席，后宫女子不得干政。王九这个老东西，竟教些什么迂腐的道理？来人呢？姑母，王老先生可是翰林院首席，前几日还向圣上提了立皇太帝之事呢。什么皇太帝啊？母后，儿臣允旨意先行一步，就不打扰你们喝茶了。走。
怎么了？见过先生。搞什么名堂？不想学琴，也不必如此吧？学生自知顽劣无状，特来向先生请罪，还请先生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让父子们再为难我了。什么意思？所以，果真不是你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详细说来。二哥啊，这次你可得好好谢谢我，要不是本公主冰雪聪明，你可就名节不保了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我看你这书读到歪路上去了吧？糟了，都怪你！答应了年年要把这个王九赶走，他定要觉得我说话不算话了。这个王九，私自调换伴读课本，欺上瞒下也就罢了，还挟私报复。还有那个赵延红，产上欺下，趋炎附势，两个人都是风骨气度全无，这样的人，翰林院可留不得他们。不过我这几日瞧着，王九他们似乎对薛叔颇为恭敬。先生您说，这该不会是薛家的意思吧？连你都发现他们的关系了？什么叫连我啊？半个月前，这个王九跟赵彦宏替定国公起草了一封奏折，是请立皇太帝之事。但幸好薛家因为生嗣之事触怒了圣上，这才压了下来。薛家在外朝结交6部重臣，于宫中又安插眼线人手，早已根深蒂固。如今满朝上下只有咽喉也忠心为国，堪可与之对垒。是以薛家视燕家为眼中钉，定要除之后快。没错，不过燕家的军中声望颇高，如今的大前北有大越铁骑虎视眈眈，南有平南王多年作乱，薛家想动燕家，等闲罪名可不得撼动，所以这才把主意打到了勾结逆党上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们让周银之进入侯府，偷窃侯爷的笔迹印信，想要伪造与逆党来往的书信。不过眼下圣上将查逆党一案交予了刑部，先生又用漕运生死案困住了薛远，局势倒也不算太坏。可是我也想不通啊，我不过一个区区的伴读，又没有什么出众之处，这薛家何苦动用翰林院来针对于我？学生胡言乱语，不过是一些猜测，先生莫见怪。我早晚要死在我这张嘴上。才智虽然平平，不算出众，不过你不是说王九要让你作诗吗？我这正好有一首，到时候你就把这给他，说是你写的，届时看他怎么说。夜月明如玉，空山不变花。云来一庭岸，风去百枝霞。这写的也太好了，王老夫子能信吗？不用管他信不信，你只需要说是你自己做的。先生这是想帮我？想得倒美。我领着太子少师的职，自是要将翰林院中薛家的爪牙兜出去。你的这桩事只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。哦，倒是你，之前总吵着嚷着要出宫，那为何不趁此机会顺势出宫呢？我是不喜欢宫里，但这里是站得最高的地方，只有努力学习，变得更好，才有可能帮到燕家，帮到燕陵。学生迟早是要走的，但希望是不留遗憾的离开。想要逆转命运，就断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。逆转命运？那我现在就抄一份。等等。其实伤的不重，就是薄音怕我疼，所以包的厚了些。宫中用纸皆有定例，你们那儿内务府送的纸都是编译纸跟白鹿纸，
而我这里用的是宫中诚心堂储的纸。你把这首诗背下来，回去再默写，免得让人见了生事。不愧是反贼，如此细节都不放过。听见了没有？先生说的是，学生这就背。